欢迎来到小伙伴日常。有看过我们之前邮轮的影片就知道，上面很多人的问题都在问如何订购一趟邮轮行程。我认为在订邮轮之前，首先你们必须要先认识一下邮轮的品牌。我大致上先把它分成2大类。第一类是奢华邮轮，它是属于真正顶级奢华的那一种，像是丽晶七海邮轮、喜宝、水晶、银海邮轮等等。像这种邮轮呢，它非常的昂贵，最基本起跳是$4000到1万、15000甚至更高都有可能。也就是说，你一趟旅程2个人加起来可能动辄就是100万台币起跳。好贵。那再来第2大类，主流市场普遍的邮轮，也就是大众品牌，我把它的范围抓比较大。以飞机来讲的话，大概是经济舱到豪华经济舱之间。刚刚讲的那种顶级奢华的品牌，就是你搭飞机只搭商务舱以上，甚至是头等舱的，才有可能会考虑。第2大类的品牌。第2大类品牌呢，其中有一部分它的价位比较高端一些，像是冠达邮轮、名人邮轮，或者是 Azamara 啊，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像他们这种品牌，通常服务品质更好，餐点更精致。不过呢，它也有可能会提供更多的静态休闲活动，像是图书室、棋牌室、水疗等等，相对没有那么活泼。价格比较低一点的平价品牌，他们通常会有比较多刺激的活动，比较新颖的设备跟比较大型的船只，你会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滑水道啊，甚至是云霄飞车等等。好想住住看哦。不论你有没有看过我们上一支欧洲大邮轮的影片，我们今天这一集都会让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邮轮。毕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最好的，只有挑选最适合自己的才是真理。应该要先推荐大家怎么看网站，号称邮轮图书馆的那个叫 Vacation to Go。Vacations to Go 它是一个非常丰富资讯的网页，虽然我们不见得可以从上面去预定，不过它掌握了一个特色，就是它像台湾的饭店一样，首先它把定价拉得非常高，就要在打上折扣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哇，打个3折、打个4折这种感觉，好像幅度非常大，但其实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其实价格大概都是在折扣后的那个价位。那但是 Vacations to Go 它可以很轻易、很方便的让你查询到日期、航线、邮轮公司以及价钱，就你知道马上要出发有哪一部。尤其是台湾人普遍不习惯安排很久以后的假期，所以90天内对我们来讲算是还蛮多人可以选择的需求。之后会提到，我会推荐大家邮轮是越早订越好，待会再说。就像前面讲的，如果你是搭乘第1类顶级奢华邮轮的小伙伴，我想你就不必看我们的影片了，因为会有白金秘书帮你处理。可以给个超级感谢吗？我想说我这边都没有什么东西要改变。欢迎donate一下。所以我认为绝大多数的观众还是以主流市场品牌为主。那到底该怎么选呢？稍微简单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通常大型的邮轮品牌，它下面会拥有非常多不同的船只，有小有中有大，而且大小好坏差异之间也可能很大。但是在品牌旗下的这些船呢，通常它会有一贯的特色跟风格。第一个是嘉年华邮轮，嘉年华呢，它是比较年轻欢乐的品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你会遇到非常多的青少年在船上，就跟在嘉年华是一样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公司，旗下有非常多的船。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美加的航线的话，会发现嘉年华的选择真的很多，浪妹比较多。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第2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名人邮轮 Celebrity， 它算是比较高雅时尚的那种船，走的是现代奢华路线。它就是我刚刚说第2类市场中比较偏高档一点，就属于豪金等级的豪华经济舱等级。如果你想要稍微往奢华的路线靠近，但又没有那么昂贵的话，很多人会选择名人邮轮。再来第3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台湾你一定听过了哥斯达邮轮 Costa， 它是纯正的意大利品牌，也是欧洲最大的邮轮公司。不过哥斯达其实已经被嘉年华集团收购，所以它是要听母公司的话，它仍然是总部设在意大利 Genova 的一间邮轮公司。它跟 MSC 非常的像，有意大利的风格，非常年轻，非常欢乐，而且非常强调 CP 值。如果你选择价位低的船，很有可能你就会选到哥斯达。船上的风格比较热情一点， MSC 的你会觉得它的配色都比较金属明亮，哥斯达你就会看到一些意大利风格的装潢。下一个冠达邮轮，它是奢华尊贵高端的路线，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英国品牌。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现代版的铁达尼号，它的船的名字都是以英国女王命名的。那它的外形也都非常的古典气派，就是你看到那种铁达尼风格的造型。
它也是少数维持船舱分级制度的公司。你在这艘船上，你可以体验到纯正的英式体验跟阶级制度。你喜欢那种贱民不可以去贵族的地方的那种人的话，没有开玩笑的，即使是最基本的等级也都是非常的奢华的，但是它就是有阶级制度。下一个迪士尼邮轮，我认为迪士尼邮轮算是跟所有的邮轮品牌都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我认为它独树一格，它就是一个海上的迪士尼乐园。你可以大人小孩在船上享受那种丰富的迪士尼旗下的创作，像是米老鼠啊、冰雪奇缘啊、星际大战啊，就可以有非常多的这些元素在里面。我相信小朋友在上面可以获得非常多的欢乐。不过迪士尼的价位走的是精致高档路线，它是在名人邮轮甚至更高的那种等级。再来是和美邮轮，也是走高端服务跟餐饮，它是传统的欧洲特色，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荷兰跟美国。荷兰跟美国，它是传统欧式风格，船上会有一些什么图书馆啊、音乐会啊、水疗啊，听起来都比较静态。据说它的餐饮都是非常不错、非常精致的。听到这边我就觉得上面的老人应该哦，对，就比较静态。我们上一次邮轮影片也有人说这样子不会很吵，它就适合像这样的品牌，氛围不一样。对，我觉得每个人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所以我才会跟大家介绍这些不同的品牌。接下来 MSC 地中海邮轮，也就是我们上一次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们所搭乘的，它拥有非常非常宽松的儿童政策，18岁以下都还只是个孩子啊。他只是个孩子。到底为什么？意大利人实在是他们的孩子范围比较广。在我们这边，你如果高中生跟人家说我这只是小孩而已，就是揍你什么2大1小，小你。马上新闻占据版面。MSC 呢，你如果有上 Vacations to Go， 你就会发现它常年占据最低价邮轮。你如果以价格排序的话，几乎前面20个中有18个是 MSC。它船上的招牌就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楼梯，跟哥斯达一样是走非常非常平价的路线。而且即使是新船，你也可以花很便宜的价钱去体验。是的，很奇妙的一个。它其实是一间非常新的邮轮公司，成立没有多少年，但它以非常高的速度扩张，几乎每2年，应该说3年就有2艘船下水。我有个疑问，它这样不会亏钱吗？因为它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所以你也知道长荣这几年赚多少钱，它就赚更多。所以它不会倒，我很怕它倒。下一个是 Norwegian 挪威邮轮，也叫做 NCL， 它就是以自由奔放闻名。它招牌的 freestyle 就是在船上可以不受传统邮轮公司的限制，会有固定的正餐时段，它随时随地想去哪间餐厅随便你。那这样价钱应该也很贵吧？我觉得是风格。挪威邮轮还有一种特色，就是它很喜欢把一些很狂妄的东西搬到船上，例如它在船上有 Go Kart 赛车场，真正的赛车搬到船上去，还有什么滑翔翼啊那种你想象不到的，它都可以搬上。很狂就对了，想在海上开赛车吗？那你就选择挪威邮轮。下一个 Princess 公主邮轮，台湾人一定听过，因为它有在台湾营运，但是台湾营运模式，有空再说。公主邮轮有严格的区域限制，台湾人只能找台湾的旅游代理购买，是不得跨区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台湾价，你懂。回到正题，公主邮轮是以温馨、浪漫、热情为路线，主打的是优雅风格。餐饮一直是公主邮轮的招牌，他们有知名的海上牛排馆 Horn Grill， 一直以来都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而且70年代有一个知名的电视剧叫《爱之船》，就是拍公主邮轮。在这个电视剧之后声名大噪，让公主邮轮的品牌声量直线上升。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大家都一定听过的皇家加勒比 Royal Caribbean。皇家加勒比海的特色就是创新，创新，创新，讲3次。它非常屌，而且它非常有活力，主打家庭同乐。它不断的把最新的科技、最大的船打造出来。从2009年打造出海洋绿洲号之后，一直保有世界最大邮轮的名号，一直到明年2024年还有更新的 Icon 级的邮轮要下水，整艘船上分了6个还是7个不同区域，打造了非常多个水上乐园。这样听起来就是上面会非常欢乐，小孩非常多。我觉得非常适合喜欢玩水跟喜欢动态活动、刺激活动的人。介绍了这么多品牌、这么多船舰呢，要怎么选？小伙伴推荐的口诀就是由简入奢，由小入大，由旧入新。教大家先怎么订 NSC 因为邮轮是一种很容易上瘾的旅游模式，真的，一坐上你就会天哪，我以前到底在花什么钱？第一次搭船，你不一定要选择最新、最大、最豪华的，其实你可以选稍微第2级甚至第3级也没有关系。这样子你在下一次旅游的时候，你又有其他的可以选，而且通常最新的船价格都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订邮轮？首先我要说，邮轮没有最佳的预订时机，也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时间点预订，每个时间都行。简单来讲，就是越早买越好。或许有些人听过最后1分钟传票，你在 Vacations to Go 也会看到90天内的传。对啊，就是有那种特别优惠。最后1分钟传票听起来都很不错，你会觉得好像逻辑上，如果它有任何一间船舱是空的，那邮轮公司就没办法利用这间船舱赚钱，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它卖掉。但是如果每一间公司都在最后的时候促销的话，那大家都不要提早订，大家都等最后再订就好。所以这对邮轮公司来讲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实际上，邮轮公司绝大多数都会在出发前几周就把价格锁定，就不会再促销了。所以它的价钱怎么样就是那样子。对，只有极少数会有最后的促销，例如它整艘船几乎都没有卖。也太惨了，但这种那艘船还是不要做好。对，但这种情形真的不容易发生，除非你真的是刚好遇到。再来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亚洲游客来讲，我们既不住在迈阿密，也不住在热内亚，所以我们不太可能真正买到那种死到临头的票。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时间点订，邮轮的价格都不会差太多，不会说你在1月买的同一艘船，在7月买的时候会比较便宜，没有这个差别。真正影响到的其实是邮轮航行的时间，也就是它什么时候出发，而不是你什么时候去预订。在相同的航行日期，其实邮轮的价格顶多只会非常小幅度的波动，上下差距非常小，是几乎相同。邮轮公司它也会用各种花式的促销，今天送 A， 明天送 B， 后天送 C。我知道，就是刚好有送200块美金，要我们赶快决定。反正它就是各种花式的方式让你去买，但其实最后你订到的价格都不会差太多。至于哪一个时间点最便宜呢？很简单的辨别方式就是上学期间，只要你的小孩要上学，那个时候就便宜。邮轮早就不是那种高龄人口、老人家的旅游专利，现在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新船、大船，有很多年轻人适合的娱乐跟游乐设施。小朋友的假期永远都是尖峰时刻，像是暑假、春节、圣诞节、感恩节。不好意思，老外的假期就是这么固定，它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弹性放假。你只要避开这些节日，你就可以获得相当优惠的折扣，像是1月、2月啊、4月、5月，或者是9月到11月。2月那时候刚好过年，台湾人就会有那种春节的假期，就很容易安排不错的行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订购邮轮。以我们开箱跟大家分享的 MSC 为例，我们很喜欢在它的官网上看各式各样的花式促销，而且因为我们有订过，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收到邮件，它大概1个礼拜都会寄一封，告诉我们又有不同促销了。每天都想叫你去搭船。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休假属于自己安排，比较自由，你就可以特别去选那些比较便宜的价格。首先我们打开 MSC 美国的官网，叫 msccruiseusa.com。通常一般来讲，我们会先看它首页上的这个促销活动。不过它今天的促销是免费饮料跟 WiFi， 再加上免费最高200块的船上信用额度。其实船上信用额度对我来讲蛮吸引人的，但是免费饮料跟 WiFi 吸引力就没这么大。因为 MSC 船上饮料套餐的价格其实是非常昂贵的，除非你会一直不断的喝饮料，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划算。我喜欢 MSC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价钱非常低，虽然相对之下很多东西都要额外独立付费，但我觉得我需要的我才要花钱，其实也是蛮合理。就不需要你也不用加在里面。像很多东西它通包啊，我包你水疗，包你什么，可是你没有用到都是一个损失。那你可以搭配 Vacations to Go， 选择 MSC Fantasia，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2008年建造的，2017年翻修，它的船的大小是137900吨，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说哦这艘船是什么。像我们现在已经锁定 MSC 了，可以多看一下这些船跟船之间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 OK 啦，339这个上下船的点其实也要考量，对不对？对啊，这个绕一圈它都是同个地方，像这就是从热内亚上船，热内亚下船，可以看到它从热内亚出发到 Las Spezia， 五渔村。对 ，Las Spezia 就是五渔村，然后到拿坡里，再绕一个比较远的，就到马略卡岛，然后到巴塞隆纳，到马赛。再回到热内亚，基本呢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旅游景点，到那边不用怀疑观光有多难，非常简单。你看到这几艘全部都是 Fantasia， 它这个只是上下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它基本航线都是一样。同一艘船，欧洲的邮轮基本上就像公车一样，有的人在第1站上，有的人在第2站上，有的人在第3站上。这样的好处就是随时都有人上下船，所以不会有那种一天是特别多人上下船的那种感觉。假设我们就选择这个地中海的 MSC Fantasia。
特斯亚绿烧船7个晚上从热内亚出发的话，按下 See Details 会显示不同日期有不同的价格，最低价出现在11月27号跟12月4号。往后也可以再往后有点贵了，今天圣诞节变900多了。哇，差很多哎。对，那如果再往后2月会变多少？有啊，1月就圣诞节了。所以如果过年那时候来也是可以耶。1月29号2月 Chinese New Year 才多少人？389还可以。那我觉得可以直接看，不一定新年就有人来这边过。按下去 Select， 这个是现在的促销，免费的 drinks 跟 WiFi， 你有免费的饮料跟网络，但是起跳价就变6297，差快300。这是基本最标准的。但是你看，不要以为啥都没有哦，这上面写什么 Kids Sale Free。孩子免费啊，18岁以下都还是个孩子啊，339就行了，价格就变成678年。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选择舱房。舱房的话，最基本的可以选择内舱，或者是海景房，或者是阳台舱。再上去呢，我觉得就不在我的考量之中了。但如果你能力预算允许的话，也可以选择。通常在冬季阳台舱价差都会很小，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你是不会打开阳台出去的。那他为了鼓励你去阳台，所以通常价差不会很大，像这个才差220，就是6000多块一个人，2个人就差1万多块。但是你7个晚上都不一样。如果你选择内舱，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你通常第一次搭邮轮的时候，你都会想要玩好玩满，把自己玩死，所以通常是榨干。回到房间除了睡觉以外就是洗澡。选择339块的内舱。下一步可以看到每一间邮轮公司它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分级制度。在 MSC 上面最基本的叫 Bella， 再上去就叫做 Fantastica， 它的一种体验差别啦。主要的差别是在你可以选择比较好的船舱位置，它会帮你免费把早餐送到客房。然后但以我个人经验从来没有叫他送过，我都喜欢自己去吃，自己吃好吃满赶着下船，所以选择加0元的。好，最后总价是多少？往上拉958块钱。为什么？因为一个人339之外还有税金跟费用，这个是各个码头港口它所需要的停靠费用，总金额就会变成958，等于3万块不到，你就可以来2个人8天7夜的地中海邮轮之旅，包吃住。对，那我还有其他的费用吗？有，最后你要下船前，它其实都会加上一笔服务费，每一个时期设定的服务费价格都不一样了。2023年初在欧洲的服务费 MSC 是1人1天10欧元，也就是我们下船的时候，你这7个晚上你就要付70欧元，2个人140，也还行啊。平常你没有支付小费服务费习惯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贵，但是其实你真的感受到那些客房整理啊以及餐厅服务生的服务的时候，你真的觉得1天10块钱还好而已。他们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热情。这样子我们就示范完了如何订购，不过我们是不会按下 Next 的，为什么呢？技巧来了，重点来了。假使你透过官方订，价格也是如此。邮轮在欧洲跟美国，他们主要的销售模式，除了官方销售之外呢，还有各大旅游平台跟代理。旅游平台跟代理，它如何获得竞争力？你为什么要从他们那边订？对啊，为什么？他肯定是要给你一些好处的嘛。过去的习惯呢，我们有透过代理。对，有透过不同的旅游代理订购，我会推荐台湾的朋友比较习惯中文环境的话，最近又透过这个叫木港邮轮这边。好，透过他订购。打个岔，我们可是没有跟他业配，单纯分享，就是觉得还不错。那我们之前还有找一个外国的小网站，如果你是看英文字幕的朋友，可以选用这个外国网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有订过。那他们一样都没有业配，上面都可以获得一些比较优惠的价格。你知道他们会给你一些好处，这个好处呢，或者你跟他订的时候，可以跟他说：“小伙伴推荐我的，我来点回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给你比较多的优惠了。那我可以跟他讲说，我帮你推荐，可以给我回扣吗？开玩笑。其实我觉得大家愿意欣赏、观看跟分享，对我们就是最大的支持。你看我们的影片很少业配就知道，我们拒绝掉非常多业配。算一算，我这样子也拒绝掉10几万，可恶。补充一下，怎么样选舱房？如果我就是有钱，我就是要选舱房。撇除顶流的课程，选择那种豪华套房，有溜滑梯的儿童游戏室的中楼套房之外，绝大多数一般来讲，邮轮舱房可以分为3种，分为内舱、海景房跟阳台舱。我一般建议大家直接把海景房打叉，不用考虑，因为它除了一个小圆窗以外还不能开。我私心认为它跟内舱差不了多少，同样是没有对外通风，直接略过。内舱跟阳台舱呢，这2种我都非常推荐，因为通
常你第一次，甚至是前几次、好几次，你去搭邮轮的时候，你都会想要玩好玩满，把自己榨干，每天把体力烧尽以后，回到房间除了睡觉就是洗澡，大概不会做别的事情。即使是在航海日，你有可能跟我一样，滑水道啊、游乐场、各种 TV game、桌游、舞厅、看秀、buffet，反正你要回到房间鬼混的几率非常的低，除非你是度蜜月，床上还有不同的活动。而且就算你到点，你一定要把景点玩好玩满，根本没有时间。回到船上还要吃晚餐，还要看秀，所以即使是内舱，一样是非常推荐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下，就像我们这一次2月，你在冬季的时候，其实邮轮公司它会给予阳台舱比较大的优惠折扣。像我们这次遇到了免费升级阳台舱。它跟内舱价差是180美元，所以2个人就差了360，但是他又多送你200块美元的消费额度，所以你就等于只多花160美元，你就整个舱房变了，就其实差很多了。对，但是你那200块就是在船上花掉，就是以上推荐不包括阿拉斯加跟挪威，因为挪威的峡湾跟阿拉斯加的风景非常适合你直接在房间的阳台欣赏。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在航行的过程中，那个美景就是你如果要选择这2条航线，请务必多存一点钱，直上阳台舱就对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拍阿拉斯加？大家多看这个影片，广告看好看嘛，看有没有机会。还是有没有人要业配什么的？没有啦，我好想做看哦。那选房间怎么选呢？一艘邮轮这么大，你该选船头、船尾、船中，还是楼上、楼中、楼下？小伙伴基本口诀：上下左右。你只要记住，不管你选哪一间舱房，你的楼上、楼下、左边、右边一定都要是客房。假如15楼是自助餐厅，你就不要选14楼，不然你就完了。除非你要拼比他更晚睡，比他更早起，要不然永远都有人会吵到你。所以不要选择楼上、楼下、左边、右边是公共空间的，像是什么你的船舱就紧邻楼梯间，那势必就会吵一点，就可能有人会有进进出出的。对，记住上下左右，这就是选择舱房。应该还可以吧？毕竟有些活动是属于比较低频的震动，它的声音就是穿透性会比较强，而且有些人对声音比较敏感，什么叉子掉到地板上都听得到的啊。照着这个口诀就没错了。你在订邮轮的时候，在邮轮公司的官网，或者甚至你可以 Google 都找得到这艘船的配置图。你看它的甲板，确认一下自己选的舱房的位置，你就可以明白如何避开恐怖的危险空间。搭船都会知道说船尾比较不会晃，船头比较会跳，但其实在这种超大型邮轮上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或者说它的差别非常的轻微。那这样是不是选内舱就越稳？因为是中间。对，选内舱的其中一个福利就是它其实是最稳的，因为内舱通常在船的左右的中心，因为它两边不靠窗嘛，所以它的摇晃幅度其实是最窄。但是其实你看现在各大邮轮公司都把最高级最好的舱房放在最顶楼、最船头或者是船尾，你觉得它会把最好的客人放在最烂的位置吗？其实是不会的。所以在这些现代化设备稳定翼的帮助之下，其实整艘船都是非常平稳，不太需要担心什么晕船跟震动晃动的问题。我想到那时候船长还上台说，有任何一个坐到我的船而晕船吐的吗？没有。他很自豪。还有，所以你说不要买网络，可是怎么样的位置比较好？你知道没有网络很痛苦。因为第一个，船上网络很贵，在邮轮上它使用的是卫星网络，它的售价很贵之外呢，速度也不算非常快。再来就是，其实船上的活动非常多，你用手机的机会也没有那么高。如果说你真的非需要网络不可的话，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告诉大家，通常邮轮的航行都不会距离岸边太远，所以它有很大机会，很多时候收得到陆地上的网络。所以你在订船的时候可以看你的航线图，西地中海航线。你如果是逆时针绕的船，选择船的右侧的舱房，这样子你就永远都是靠陆地那一侧，所以你收讯就会比较好。如果你是阳台舱，甚至是可以直接在房间收到网络。那就是为什么不用订网络。同理，如果你是顺时针绕的话，你就选择船的左侧，收到网络的机会就会相对的比别人高非常多。还有坐邮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千万不要订当天抵达的飞机。我跟你讲，欧洲人他们非常自由，想罢工就罢工。因为长途交通中间有可能有非常多的意外，行李丢失，或者说行李迟到就好了。你总不会想到你上船以后，你的行李还留在罗马米兰，最好提早1天以上作为缓冲，要不然你飞机转机一个 delay 或者是火车一个罢工。我会推荐你至少在邮轮出发的前1天抵达那个港口，或者是港口附近的城市。应该就是这样子吧。如果我们没有补充到的，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或者说你觉得这次影片对你有帮助，你真正订到船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们，告诉我你成功了。好，拜拜。
哎，吃坏的人